个短信都笑那么甜，今天男朋友来接你下班？好，不乱说。哎，对了，那位专门来找你咨询的 Eric 先生，他的案子结了吗？还挺快的。案子不复杂，却专门指定找你，难道特意冲你来的？看来我们的大律师已经声名远播了嘛。哎，感觉有点奇怪啊。啊，到点了，你快下班吧，提前祝你约会愉快啦。知道了，明天见。没关系，我也才刚到一会儿。我来接你，让你觉得不自在了吗？我不累，我来接你的本意，只是想早点见到你，跟你多待一会儿。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奥吉尔刚刚发现有人可能在跟踪你，不过还不能确定。律师小姐不必太担心，也许是我弄错了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建议先去你家里检查一下。如果对方确实是跟踪你的话，应该也会在那附近留下些线索。是窃听器，处理掉。别怕，我在这里。好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检查一下这个窃听器，或许会有什么线索。奥切尔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从窃听器的剩余电量可以判断，它应该是今天才被安装的，而且没什么。
抱歉，我刚刚在想事情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他发现了一些线索，所以我让他先去调查了。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但关于这件事，能交给我来解决吗？只是侧面调查而已，不会有危险的，而且还有奥吉尔协助我，你尽可以放心。一旦发现有任何不对，我会马上把事情移交给警方，不再插手。我知道你在担心我，但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，我也想要保护你，想要为你做点什么。目前的状况下，我不能接受被动地等待别人来找出一个答案，我必须做我该做的事。而且现在比起担心我，你自己更危险，不是吗？对方既然能够潜入你的家中，那就证明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你恐怕需要暂时换一个地方居住了。不行，酒店属于半公共区域，很可能会反过来为他们接近你提供便利。不如暂时搬去我那里，如何？我明白你的顾虑，但非常之事行非常之计。你和我待在一起，一方面能对暗中的那些人形成一定的威慑作用，另一方面就当是我小小的私心。这种时候我真的不能忍受让你离开我的视线，不要拒绝我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你就住在我隔壁的客房，可以吗？你还在担心窃听器的事？别胡思乱想。不过说起工作，这倒是个好的思考方向。你最近在工作中，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太寻常的人或事？朋友？你这位委托人叫什么名字？大概长什么样？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？
不算怀疑，不过他是近期跟你接触最多的人，还是调查一下最好。不用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时间不早了，要不要早点休息？你怎么了？你，晚安。有什么发现？在别墅里没有发现窃听器，也没有人盯梢。至于在小姐家发现的这个，我稍微调查了一下，跟7年前放在您住所的型号是一样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只会玩这种把戏。看来教会根本不会与时俱进。少爷，那接下去我们怎么办？你去调查一下，我父亲是否还在斯沃尔特。您怀疑公爵殿下来了未明室？现在还不确定，有任何消息马上通知我。是，少爷。那您打算将这些事情告诉小姐吗？您之前也提到过，想要向她介绍一些过往的事情吧？这或许是个好的机会。我确实想要说，但现在的情况……等我了解清楚一切，并排除威胁之后，再告诉他吧。现在不用让他过于担心。我明白了。出去吧。不要怕，是我。做噩梦了吗？你说。抱歉，能再给我一些时间吗？之后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我去给你倒一杯热牛奶。好，那我在门口陪你一会儿。睡吧。
你是不是已经……抱歉，让你这样不安。我一定会尽快弄清楚所有事。查到了。公爵殿下确实不在国内，具体离开的时间不明。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天前的议会上。也就是说，他2天前可能就离开了斯沃尔特。那教会呢？教会表面上没什么动静。你应该查到我父亲在魏明市的具体位置了吧，奥吉尔？是的。公爵殿下在半个小时之前离开了下榻的酒店，去了 CBD 附近的一家咖啡馆。CBD 附近的咖啡馆？没错，那家咖啡馆就在特弥斯律所楼下。他约了律师小姐。你来找我之前，联系过他吗？没有。公爵殿下是秘密到访魏明市的，我相信他并不希望我出现在他面前。知道了。安装窃听器的人有线索了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他们十分谨慎，看上去只是监听了律师小姐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。仅仅是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，已经足够冒犯了。你继续去调查，如有必要可以适当的施压。我不希望再在魏明市听到他们的消息。是。你没有迟到，是我到得太早了。律师小姐，律师小姐看上去好像有什么烦心事，如果不介意，可以跟我讲讲吗？不可以。Albert， 好久不见。是好久不见了，父亲。为什么私自来见他？以你的身份，在魏明市遇到麻烦，应该有的是办法解决。可你却偏偏要来找他，把他牵扯进来。你不觉得这样的行为既失去了贵族的礼仪，也是对我们的极度不尊重吗？抱歉 ，Albert， 我没有恶意。你会出现在这里，就已经代表了最大的恶意。Albert， 当你在牵连别人之前，请先处理好你身后的尾巴。抱歉，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我想一个人冷静一下，晚点再去找你好吗？
你睡了吗？抱歉，今天吓到你了。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会直接去找你，我本来以为他会更加收敛一点。你愿意听我说些事情吗？你之前已经知道，我的父亲是斯沃尔特的一名贵族。其实他还是一名军人，在斯沃尔特的军队中有很大的话语权，算是实权派。像他这样身份和地位的人，除了受人尊敬，也会遭人嫉恨。所有跟他有关的人，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监视。我刚搬到卫明市的时候，就有许多尾巴跟着我。不过，我使了一点小手段，把他们都赶走了。对，那些人应该是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又发现他去见你，所以把你也牵连了进来。那天在你家发现的窃听器，跟以前装在我居所的十分相似。他很快就查到我父亲秘密抵达了卫明市，甚至还特意接近你。这跟他是否表露身份没有关系。我与你交往的事情，我从未打算瞒着任何人。我担心的是你的安全，我怕你会卷入我家族的纷争。我希望你可以跟过去一样无拘无束的生活。你不应该因为我和我父亲的关系被跟踪监听，这样的生活不适合你。抱歉，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，让你担心了。刚刚，我也不是有意要在你面前表现出那么失礼的一面。我好，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嗯。舍不得我走？当然。靠在我身上睡吧。嗯。困了就睡吧，我陪着你。要不要躺下来？好。
我吓到你了？哦，你在想什么？很好，你呢？奥吉尔和一些其他人今天早上有尾巴跟到了别墅，事发突然，我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不用。在我这里，不会出现需要你回避的情况。我们一起下楼吧。站在窗边跟我父亲谈话的人，是斯沃尔特驻卫明士大使馆的大使。他以前是我父亲的近卫，对我的父亲忠心耿耿。对比你的生活环境，或许不太好理解，是吗？为什么觉得不可思议？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我会把你和这种所谓的贵族生活隔离开来，让你永远不会再接触到。抱歉，打扰了。什么事？你有患者的电话。知道了。我先过去一下。律师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继续叫我 Eric。想起来，我还没有正式自我介绍，实在是太失礼了。我叫 Eric Thurmond Esk D. Hespran， 不过斯沃尔特的人更习惯称呼我为哈斯普兰公爵。很荣幸认识你。说起来，你应该还不知道 Albert 的全名，也不知道他在斯沃尔特的身份吧？他是我法定的爵位继承人，全名是 Wilhelm Richard Albert D. Hespran。我之所以会叫他 Albert， 是因为这个词汇象征着我与他母亲对他的期待和祝福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这个称呼当作是我小小的任性。公爵殿下，我们不用回避，接着说就是。您真的不打算搬到大使馆居住吗？那里会更安全一些。没有必要，我本来也没打算惊动你们，只是有些人手伸得太长，让我很不悦。你只需要出面保护 Albert 和律师小姐的安全，至于那些人，我和奥吉尔会处理，你不必插手。威尔罕殿下的住宅归卫明士管辖，斯沃尔特的军队无法进入。但我已经委托国际安保公司来保护殿下和律师小姐的安全，他们应该在路上了。好，
那你盯紧些，务必确保这栋别墅里的每一个人的安全。是，可是那些人只有您和奥吉尔队长去处理，是不是太危险了？还是让我派？不行，大使馆一旦参与进来，这件事就会上升成外交事件。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好。是，那我先告退了，公爵殿下。律师小姐，因为我的关系害你遭受惊吓，我十分过意不去。不过我保证会让你的生活恢复常态。哦，我还以为他会一直瞒着你。那艾尔伯特是否告诉过你他在斯沃尔特的生活？看来你一定不知道12年前发生在艾尔伯特生日宴上的刺杀。没错，一次蓄谋已久的刺杀。我记得当时有7、8个刺客，而偏厅只有我和艾尔伯特，对吧，奥吉尔？不，当时您的一个禁卫在场，不过他叛变了，情况很糟糕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叛徒还将伪装成礼仪性配件的凶器直接刺向了艾尔伯特。律师小姐，这就是艾尔伯特在斯沃尔特真实的生活，他并不诗情画意。如果你决定跟他在一起，今后也一定会遇到同样的事。你准备好跟他一起面对了吗？你们在聊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只是跟律师小姐讲你以前的事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们还在这里？您不是保证过会尽快解决这些事情吗，父亲？奥吉尔，我们出发吧。是。那么，律师小姐，我们晚些时候再见。刚才他们在跟你说什么？看来他们确实跟你说了什么，而且跟我有关。你不问我，是担心我不愿意说，对吗？他们跟你说的，莫非是12年前的艾德尔伯爵的刺杀？没有，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我。你想听我那个时候的事吗？没有勉强，总有一天，这些事情你都会知道。与其让你从别处听说，不如我亲自告诉你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不想听，我可以不讲。好，那我们去花园里说吧。
还记得之前我告诉过你，我父亲因为我母亲的离去而酗酒，后来因为心理干预，他逐渐从颓废中走了出来。他戒酒之后，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实施了一系列新政。虽然我与父亲的理念一直不同，但这件事上，我跟他的想法却罕见的一致。然而与历史上所有的新政一样，他们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，这让斯沃尔特的某些旧贵族对我父亲的不满逐渐升级。他们需要一个契机，让我父亲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12年前，父亲把我从大学叫回家，参加为我举办的生日宴会。宴会当天，我在走廊上遇到了之前跟父亲政见不合的艾德尔伯爵。他是旧贵族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正在跟我父亲的一个近卫聊天。哼，私生子又回来碍眼了。大人，请慎言。你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野小子如此恭敬？好吧，随便你，只要你别忘记我们的约定。我不会忘记的，大人。最好如此。很显然，他们在私下密谋什么事情。艾德尔伯爵跟以前一样目中无人，但那个禁卫很有趣。按照斯沃尔特的传统，禁卫不能跟除了自己效忠对象以外的贵族亲近。而且从他对我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可以看出，他对我很戒备。那段时间，我刚刚接触犯罪心理学，还没有在现实中试验过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验证机会。对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艾德尔伯爵和禁卫当时已经可以归入鱼贩的范畴。我将我的发现告诉了我父亲的禁卫侍卫长奥希尔。没错，他以前是我父亲的禁卫侍卫长，负责我与父亲的安全。别担心，在整个事件当中，我没有受到一丝伤害。你那我不说了。好，那之后我就若无其事地去参加宴会了。他应该做了一些准备，不过当时我不会想那么多，因为那并不在我的研究范畴之内。宴会开始后，我一直关注着艾德尔伯爵和那个禁卫，他们给原本无趣的宴会添了一点色彩。随着宴会接近尾声，艾德尔伯爵终于忍不住邀请我父亲去偏厅。我当然不会错过这样近距离观察的机会，就跟着他们一起过去了。艾德尔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推翻你的新政。公爵殿下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们会任由你胡作非为吧？是时候结束了。动手！别担心，我们都没事。奥吉尔早就派人将宴会厅团团围住，就等艾德尔露出马脚，
他在偏厅刚发难，奥吉尔就带着禁卫破窗而入，给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。我和父亲在禁卫们的护送下准备离开现场，但我忍不住回过头看了一眼被压在地上的艾德尔伯爵和那个禁卫，他们似乎还在懊恼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，实在是愚蠢至极。不怕。我跟父亲虽然不和，但他对我这个继承人的人身安全十分重视，他不会任由我进入危险的场地。当他准许我进入偏厅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艾德尔已经输了。但这并不妨碍我通过这件事获得一个全新的体验，通过细小的线索揣摩人的心理，准确预测潜在罪犯未来的犯罪行为。那对当时的我实在太有吸引力了。这跟占卜或其他超自然体验不一样，它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推测。而且犯罪心理学可以对潜在罪犯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，在某种意义上与教会的教条有些相似。我对心理学其实很早就有关注，但直到那天，我才真正决定要全面而系统地学习心理学。为什么？你不需要想那么多。对于我来说，无论何时与你相遇，都是最恰当的时间。这件事处理起来并不难，在我的预估中，大概只需要1天就能解决。可能因为这里是卫明市，他们不能采取在斯沃尔特市常用的手段，会比较被动。别担心，我已经让国际安保去支援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之后我要为一位患者进行线上治疗，可能需要1个小时。那我先去准备，等会儿见。很抱歉让你担心了，不过幸好事情已经妥善解决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像以前一样自由活动。只是一点小伤，不必在意。Albert 呢？这样正好。趁艾尔伯特在忙，可否邀请律师小姐去花园聊聊天？
律师小姐，你还记得我上次的问题吗？现在，你有答案了吗？行动。律师小姐果然如我朋友说的那样，是个很有魅力的人。啊，这个嘛，留到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告诉你。留一点悬念，律师小姐也会更加期待我们下次的会面，不是吗？是的，今天就走。不过这一次出来收获不少，艾尔伯特变了许多。虽然对我还是冷言冷语，但比起他在斯沃尔特时的清冷，现在的他更多了一丝情绪。你说的没错，你确实很了解艾尔伯特，不仅仅是他的表面，还有他的内心。奥吉尔跟我说过，按照魏明氏的风俗，初次见面，长辈都需要给晚辈准备礼物。所以，我有一份小小的见面礼要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一个跟艾尔伯特相关的小惊喜，不打开看看吗？那是我刚从国外回来，给他带了一套医疗玩具作为礼物。我以为他不会感兴趣，没想到他玩得十分投入，连给他拍照都没有发现。没错，雪橇在斯沃尔特很常见，艾尔伯特小时候很喜欢雪橇。我确实有这个想法，不过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艾尔伯特也没见过这张照片，所以下次律师小姐可以和他一起看。我相信艾尔伯特一定会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律师小姐，我该走了。不用打扰他工作。律师小姐不必多虑，这就是我跟艾尔伯特一贯的相处模式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请进。我知道。受伤？难怪这一次他们会处理这么久，原来是用了苦肉计。我父亲这种身份的人，在国外因教会的过失而受伤，传回斯沃尔特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反响。如此一来，对方恐怕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也会迫于压力召回在我们身边布下的眼线。
你不用担心，受伤应该在他的计划之中。这个举动很符合他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这种心悸有点可怕？其实我很怕你知道我的全部，那些对我来说并不算美好的过去，连我自己也想要逃离，所以我会理所当然地认为，你不去接触对你更好。即使必须要你知道，也要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地点。但这不过是我自欺欺人的借口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是我怕你知道后会。记住了。晚上好，我到家了。你是特意在等我的电话？能听到你这么坦率的答案，我很开心。其实，今天我们一起看的那张我儿时的照片，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。就知道你会感兴趣。3岁的时候，我在花园里捡到一只受伤的小猫，为了救活它，我还特意找了奥奇尔帮忙。他陪我把小猫送到兽医那儿，我很好奇它是怎么痊愈的，所以每天都去旁观医生的治疗过程。后来父亲送了我一套医疗玩具，我就学着他们的样子做练习，希望下次能帮上忙。没想到父亲会把这一幕拍下来，他好像从很久以前就喜欢做这种无聊的事。不，我没有生气，相反，我很庆幸有这张照片，因为它让我意识到，原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深入彼此的过去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觉得现在的状况似乎对我不太公平。你都看过我3岁时的样子了，可我对以前的你却还是一无所知。所以，下次见面，可以给我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吗？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不知不觉已经这么晚了，你早些休息，我们明天见。